一幅完整的作品怎么开始？画到什么程度算是画完了？画了人物背景又该怎么填呢？今天和村民们一起看看完整大作的流程，如何开始画。一幅大作迟迟不敢开动，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太处女座了。你自己不就是处女座吗？场景大厨 Ben Simonson 的老师说，你先随便抹一笔下去，有了第一笔就有其他笔的参照了。 Everyone is a friend, even a stroke。 新的纸新开的画布舍不得画，先画个狗屎上去。新的硬盘舍不得用，先装个垃圾软件。新的男朋友舍不得玩，先从什么地方开始画？我们看很多视频里的大佬，有的从眼睛开始画，有的先画火柴人框架，还有一些可怕的光头，从脚趾开始都可以画满一墙。所以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一幅画是正确的呢？本期节目由天米数位版提供赞助。天米 G20 大版兼容 Windows、Mac、安卓手机，拥有划时代的快捷键天米摩圈功能。点击或者旋转天米摩圈，一根手指即可完成各种快捷操作。驱动直接在板子里，不用光盘，不用下载，方便沟通。只会插画、漫画设计一版通吃。使用中遇到任何难题，随时骚扰天米官方技术小妹。到淘宝或者天猫上搜索新起点数码专营店，果断入手一个，在伟大画手堂路上强吧！如果你未来是想从事动漫游戏行业的专业绘画工作，你应该尽量从整体简化形态或者色块开始画，然后一层层细化下去。不要开局5分钟不到就迫不及待的在眼睛里点高光了。所有绘圈大佬们都知道，要想爽就得延迟满足，不要找。你确定这是绘圈大佬说的？Kim Jong-il 先生这种把逐个像素打印出来的能力让人叹为观止，但这个方法在商业项目里是比较不划算的。Kim 先生习惯这样画，首先他大脑显卡性能极强，下笔前整体草图都在脑海里渲染好了。其次，这种7、8段 Die 先生都自带 VR 甲方的技能。老师，咱们这是国家项目，你能修改给这些裸女加个衣服吗？我就喜欢。好吧。很少会像公司里的插画师、漫画人有严苛的修改流程和进度，养成从整体入手、一层层细化下去的习惯。除了可以在初期多尝试各种组合方案，最重要的是随时叫你停下来交稿。你拿出来的作品都是那个有限的时间里能拿出来的最完整的作品，不会出现领导突然心血来潮，马上要看效果，而你只画了一个非常精细、漂浮在亚空间的大脸。加什么背景？我经常人物画完了，但不知道加什么背景。背景并不是在四川吃 KFC 必须加的辣椒包。哈哈哈 ，KFC 怎么会有辣椒包？你搞笑哦！真的有。从现在开始换个思维模式，原画、插画里的背景、道具、特效，漫画里的对白框、拟声文字，都和主角身上穿的衣服是同等重要。你不会最后才给你漫画里的总裁加衣服，你也就不会把背景放到最后再考虑。我的新年在冰山总裁抢走另一个总裁里不用画衣服。出现在你作品里的任何东西都要有意义，要不是你想传达给观众的一个个信息、一个个故事，要不就是能让你想传达这些信息更显眼的助攻。正确的玩法是，先把整幅作品整页漫画当成 Bilibili YouTube 视频的 thumbnail， 先让这个 thumbnail 的模糊图案啊、色块啊组合的让人更想点击。thumbnail 画好看了，里面画猪、画马、画地哦，还能难看吗？你能有一集不迫害我家 Benedict Cumberbatch 吗？整体的形状安排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加入一点细节。长期霸占绘画视频下3大热门回复之一，就是加了一点细节什么的。另外2大是啥？很多好看的效果大多都不是一点细节，而是一点细节。和中国水墨画一样，确实几笔就能出最大的效果，但也就和水墨画一样，难点是知道胡拿几笔。看下面这2幅同样偷懒的 Sponge。画的时间差不多，但村民们觉得哪个 Bob 更容易被识别出来，或者说哪个看着稍微舒服点。人脑是种神奇的东西，你只需要给它2个端点，它就能脑补出中间缺失的东西，或者说大脑对这种缺失更有兴趣。这正是萌新画手和专业老司机的速写、勾线、上色里最明显的区别之一。萌新画手的稿件经常就是 A 那种最重要的端点被蒙混过去了，就像以前那种给自拍照片拼命加模糊就以为能 P 漂亮的孩子。但另一个极端，比如有些游戏插画的甲方，常要求画手把每片铠甲的纹路都要打磨精细，蹭得透亮。这不仅折磨画手，反而会让作品没有重点，没有幻想，就像第一次相亲脱得精光一样尴尬。轮廓的、转角的、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好好画清楚，内部的、中间的、躲在阴暗区域的就可以糊在一起，甚至偷懒不画。随着你的绘画经验提升，会越发觉得绘画不是艺术，而是一场欺诈游戏。很多构图、光影、色彩、动态的艺术理论和大脑科学里的研究有多么多契合的地方。关于更多奇葩的大脑识别图案的规则，有个纪录片叫《脑力大挑战》，推荐所有绘画人都看看。放大多大来画？电脑 CG 绘画的村民有这样的经历吗？放大画的时候觉得自己抽7段赶8段了，一缩小
What the fuck is this？ 或者反过来缩小好看，放大丑哭。任何一幅作品都有一个最佳观看大小。如果是一张巨大的墙绘，一般距离墙3米左右是大部分观众欣赏这幅墙绘的常态，那么你绘制时就应该在3米附近检查成稿效果。而我们大部分数码艺术作品的观众都是电脑全屏或者手机全屏观看，没有观众会放大数你画了多少根鸡野毛，所以你应该在电脑全屏的大小检查效果。绘制大部分细节都应该在全屏的2倍左右大小绘制，是效率最高的。大脸不能丑。看下面2个女孩子，如果你掉到荒岛，一定要跟其中一个结婚的话，你选谁？虽然前面才鄙视了画精美的大脸，但事实上其他地方再乱涂，大脸还是要认真画一下。任我们绘画水平再高，如果笔下角色都长得像 The Weeping Woman， 扑到动漫游戏平台还是会被这点头傻脑残都敢发话了。后期调色，开天辟地之初，神说又有光，于是人间有了 Photoshop。后期调色就成了绘画人最依赖的工具之一。前面画的再丑，后期加个什么 Color Dodge， 加个 Blur， 就能瞬间让作品提升几个画工段位。即使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懂得后期调色的原理，才不会搞出5、6线城市婚庆公司 P 出的婚纱照效果。后期调色也和作者想表达的故事、情感息息相关。如果你想表达的故事就是总裁强宠另一个总裁，给远处的月亮 P 多少辉光都是无意义的。调色和后期的目的并不是让颜色更好看，依然是为了把那些重要的信息和故事强调给观众，不重要的地方滚远一点。所以它的诀窍是让重要的东西彩色一点、暖和一点、锐利一点，不重要的东西降低饱和度，冷一点、模糊一点。完成度的核心。一幅作品的完成度，或者任何绘画创作的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增加作品的看点、故事。一些年轻的孩子看到村长之前节目里提到看点时，刚好加了条裤衩，就以为看点等于露点。低俗猥琐，人家才不看那个点。看点可以是很多东西，总之就是让观众眼睛停下来多看看，或者发出咦，这里又画了个什么东西啊的地方。看点可以是像裤衩这种具体的东西，可以是2个总裁互相搂抱，第3个总裁在远处哭泣的感情纠葛，可以是黑暗中一些辉光效果、大气的笔触，或者就是单纯的有趣图案和形状的组合。现在让我们再次景上漂浮在异空中的大脸。要加入看点，说起来也挺简单，我们就给这种萌新孩子喜欢画的大脸加入一些缠绕在一起的头发，加点深邃细晶的眼睛，加个 Rembrandt 打光，背后加一些简单的色块，前面加一些飞舞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有没有感觉这幅图一下你就愿意多看几眼，好像村长透过作品在说什么很有内涵的故事了？一个夏天的傍晚，吹着电扇，被蚊子咬得太闹心的故事。说了这么多，到底怎么才算画完了呢？我万一一直画细节，永远画不完咋办？一幅画的完成只有3种情况。Number 1，时间到了。商业项目中，客户要求交稿了，自然就是画完了，或者画着画着受限到了。我去，这不是永远吗？ Number 2，实力到了。就像角色冒险游戏里，打不过某关 BOSS， 只是因为经验值还没挣够能打过那关 BOSS 而已。一幅作品你能细化到多细，和自己目前的基本功储备的知识有关，所以不用到处问大脑帮忙看看我的画怎么细画下去呢？不需要在一次作品上太强求，平常多积累之前几期那种速写练习，顺带提高一些理论知识，在下一张大作里继续力所能及的细化就好了。Number 3， 故事讲完了，皮肤磨得多光滑，背景叶子画得多细腻，都只是形式而已。不管是画手还是甲方，追求这样的完稿标准就本末倒置了。一幅作品怎么算完成，归根结底是看它有没有正确的把作者想表达的意思传达给观众。如果你想表达的就是几个鲜明色彩给人造成的冲击，那么几条线、几块剪纸就算是作品完成了。一幅好作品的唯一标准就是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样回味无穷的故事，记忆犹新的经历。对了，都有村长期招募兼职和全职的视频剪辑、绘画和文案达人。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创作这些能帮助到更多走在伟大画手之路上的孩子们的有趣节目，欢迎将你的大作和简历发给我们。村民们，下次见 ，Adios。